亲爱的各位台风爱好者们，咦，真的有人爱台风吗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台风命名的奇妙世界吧。准备好了吗？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即将进入一场惊险刺激的台风命名之旅。台风和飓风的命名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最早在20世纪以前，人们通常是根据台风发生的时间或其袭击地点来命名。举例来说，1565年的圣马刁飓风是因为它于9月22日登陆而得名，而摧毁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加尔维斯顿大飓风，则是因为它造成了6000至12000人死亡。真正开始有系统的为风暴命名，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，当时欧洲气象学家克莱门特·格克门查首先开始用希腊字母、希腊罗马神话角色，甚至他讨厌的人物来命名台风。例如拉格会在预报中讽刺地说某某人将为某地区带来灾难。这种做法虽然幽默，但并未获得广泛应用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气象学家们才开始采用更系统化的命名方式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谈最近的话题——山陀台风。这不是某个偶像团体的新成员，而是一个正在逼近台湾的台风。但是山陀到底是什么鬼？原来山陀是一种热带水果，它长得像山竹的表亲，味道酸酸甜甜的，听起来还挺诱人的。不过可别被它可爱的名字骗了，这个小可爱可是能把你家屋顶掀掉的狠角色。有趣的是，山陀台风的前身叫榴莲，没错，就是那个闻起来像是袜子发酵的水果。榴莲台风在菲律宾搞出了大事，就像是吃太多榴莲引起的肠胃不适一样，于是被除名了。接着它改名叫山竹，但是山竹台风也不甘寂寞，在香港大闹一场后再次被除名。这简直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，换了好几个名字，最后终于定格在山陀。看来这个台风家族特别钟爱水果名称。说到台风命名，你绝对想不到它的起源有多么中二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天你正在看气象预报，突然听到气象主播说：“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讨厌鬼王大头台风将为某某地区带来大灾难。”你一定会以为自己听错了吧？但这就是澳洲气象学家克莱门特拉格的杰作。这位老兄可真是个人才，开始用自己讨厌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台风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个政客，某天打开电视，发现有个以你命名的台风正在漫无目的的徘徊，那感觉一定很微妙。后来事情变得浪漫起来了。在二战期间，美国的气象学家们开始用自己爱人的名字来命名台风，这简直就是古代文人吟诗作对的现代版。亲爱的，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了天上。但是很快有人发现不对劲了。为什么台风总是用女性名字呢？难道女性就是灾难吗？于是一位名叫罗克西·博尔顿的女士站了出来，她说：“不如用那些讨人厌的政客的名字吧。”看来她和克莱门特先生一定会很谈得来。最后，台风命名终于实现了男女平等。从1979年开始，台风名字开始男女交替使用，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平等从天上开始实现。可是故事还没完。2014年有研究发现，以女性名字命名的台风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男性名字的多。研究人员认为，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女性台风掉以轻心，没有做好充分准备。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？难道台风也会因为性别歧视而愤怒，然后加倍发威吗？还是说人们潜意识里认为女性比较温柔，所以觉得小梅风就不会太可怕？拜托，台风才不管你叫它小梅还是大头呢，该狂风暴雨的时候一个也不会手下留情。如今台风的命名由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维护，这个委员会会根据文化和地理区域的不同，制定一份适合的台风命名列表。名字通常必须简短，容易记住，而且在命名时必须避免与已知的大型风暴重复，否则可能会引发混淆。例如大西洋盆地有6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字列表，每个列表中包含21个名字，这些列表会每年轮换使用。而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风命名则是由该地区1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的名字，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、泰国、越南、韩国、日本等。从西元2000年1月1日起，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风统一识别方式进行了改变，这一区域的14个成员国各提供了10个名字，共计140个名字分为5组，每组28个名字，并且按照顺序轮流使用。这些名字的来源多种多样，从人名到动植物、天文现象、神话人物等不一而足。此次接近台湾的山陀台风，其名字便是泰国提供的，原意是一种热带水果，形状和味道与山竹相似。说到台风，台湾人民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会不会放台风假。如果让台湾人民来命名台风，我们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名字：放假台、周一见台、假到不行台，还有网友提议的米台木、断头台、朱茵台等等。想象一下气象主播播报的场景，各位观众，朱茵台风正在逼近中，听起来是不是来找梁山伯？不论台风叫什么名字，它的威力都不容小觑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当你听到有台风要来时，请不要管它叫山陀还是榴莲，赶快做好防台准备才是正事。台风名字只是一个代称，但它们背后的故事却丰富多彩。无论名字如何变化，人们都应该做好防台准备，因为风暴本身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重点。希望未来随着防灾意识的提高，我们能减少每次风暴带来的伤亡和损失。最后让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台风们，不管你们叫什么名字，能不能对我们温柔一点呢？